各位朋友，大家好。中国与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3次结盟的关系，其中的后2次，因为时间上距离比较近，所以大家可能记得还比较清楚。一个呢是在1945年，中国的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在5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前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这2个盟约签订的最终结果，想必大家也是比较清楚了。前一个盟约为了换取苏联对占领中国东3省的日本出兵，国民党政府被迫同意允许外蒙古公投独立，并且答应苏联在新疆与东北享有特殊的权益。这样苏联才出兵了东北，赶走了日本人的同时，也掠走了东北的大量的工业设备和财富。仅此一项的损失就超过了20亿美元。苏联红军在东北主要就做了3件事情。第一件是在各处修建苏联红军英雄纪念碑，第2是抢劫，第3就是强奸妇女。甚至苏联红军可以将这3件事同时进行，一边修纪念碑，一边抢劫、强奸妇女。实际上，在盟约签订的第2天，日本就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苏联红军根本就没必要出兵东北，但视土如归的苏联人还是来了。因此国民党政府可以说是前门驱虎，后门入狼，而且这个狼比虎还要凶狠，还要更具有迫害性。不管怎么说，日本是想把东3省变成自己的土地，所以他在这块土地上还搞了很多的建设，而苏联人做的则是一锤子买卖，一次性的抢光毁尽是他们最大的目标。此次盟约的结果对中国方面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没想到5年以后，经过了政权更迭的中国政府又与苏联签订了一份新的盟约，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个盟约的最终结果大家也很清楚，经过一段时间的蜜月期以后，中苏关系全面交恶，甚至最后是在珍宝岛双方是兵戎相见。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干涉的话，苏联甚至计划要用核武器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般的打击。上述2个盟约的结果对于中国的影响都是极其负面的，但相较中国与俄国签订的第1个盟约，这种影响还是相形见绌的。中国与俄国签订的第1个盟约是在公元1896年的清朝末期，这是中俄双方签订的第1次盟约，第1次建立同盟关系。之所以这份盟约不为人所知，那是因为他们双方原本签署的就是一项秘密条约，历史上被称为中俄密约。中俄密约的结果与后2个盟约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还是成了最吃亏的那一方。通过中俄密约，俄国人的魔掌全面地深入了中国的东3省，并且也间接造成了震惊世界的海兰炮以及江东64屯惨案。而代表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条约的大臣李鸿章也为此背上了千古的骂名。此次合约的签订被认为是李鸿章外交生涯中的最大败笔。俄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就轻易地将东3省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那么清政府为什么在并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就签订这样一份丧失权益的条约呢？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见不得光的中俄密约。公元1896年的4月，恰逢沙皇尼古拉2世举行加冕典礼，俄国方面要求中国派员参加。顺便说一下，这位尼古拉2世就是在公元1918年所谓的俄国10月革命胜利以后，被苏维埃的秘密警察秘密处死的那位罗曼诺夫王朝的末代君王。与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和3个女儿，一家7口。死后呢，还被焚尸。很多人对尼古拉斯2世一家的悲惨遭遇都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这一点呢，我很能理解。但在我看来，红色苏维埃对尼古拉斯2世一家的暴行确实是令人发指，特别是对于尼古拉2世的夫人以及他的子女们。对于尼古拉2世本人，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天道循环，因果报应。这就是在尼古拉2世统治期间发生了海兰炮以及江东64屯的惨案，7000多名无辜的中国人
被沙俄残忍的杀害，他们的鲜血染红了黑龙江。18年以后，尼古拉二世才被他的同族所杀，这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只是觉得这个报应来的是不是迟了一点？接到沙俄的邀请以后，清政府本来拟派湖北布政司王之春出使俄国，遭到了俄国方面的拒绝。俄国方面说王之春未望未龙，希望清政府能够派一名王公或者是大学士前往俄国，并且派人暗示他们希望的出使人员是李鸿章。此举就让慈禧觉得俄国方面是不是想和我们谈点什么，于是他就决定就派李鸿章出使俄国。李鸿章一行来到了俄国，在那里受到了沙俄超规格的接待，这更让李鸿章觉得沙俄方面一定是想谈点什么重要的事情，而这正是李鸿章所乐见的，因为他也正想和俄国人好好谈谈。那么到底要谈什么呢？这就要说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了。1年以前，也就是公元1895年，中日两国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最后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辽东半岛给日本，并且要向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输给西方各国，清政府已经习惯了，反正也不是输了1次2次了，都已经输麻了。而输给日本，则是被清朝人认为不可忍受的奇耻大辱。毕竟日本以前只是一个弹丸小国，现在竟然骑在了唐朝、天朝、上国的头上，这是当时的清朝人上上下下都是无法接受的。清政府当然想复仇，但甲午一战，北洋水师基本上全军覆没。马关条约签订以后，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实力差距进一步的被拉大。这时候别说是主动的挑衅日本，就是应付日本未来有可能对中国发起的再一次进攻都力所不及。那么求和行不行？当时清朝上下反日情绪非常高涨，求和也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就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强大的外援，希望借助外援的力量来制衡日本。这时候俄国人站出来了，俄国人联合法德两国向日本施加压力，不允许日本接收中国的辽东半岛。最后日本在强大的外交压力之下，被迫将辽东半岛交还给中国，但同时也向中国索要了3000万两白银作为赎金。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国交涉还辽事件。俄罗斯在这次事件中的表现赢得了清朝上上下下的感动，他们对沙俄政府是感恩戴德，所以当时就有人提出了联俄制日的主张，而李鸿章正是这一主张的坚定的支持者。这恐怕也就是为什么沙俄政府一定要李鸿章来谈的原因。俄国人之所以这样做，当然并不是出于什么正义，更不是什么仗义。对于俄国人来说，东三省就是他们嘴边的一块肉，而如果让日本人生生的夺去了辽东半岛的话，就等于在他们的嘴中扎了一根刺，这是俄国人无法接受的，所以他们才会帮助中国向日本讨还辽东半岛，那不过就是想把肉留在自己的嘴边。现在此举已经赢得了清朝上上下下的感激，这也就到了俄国人开始收获的时候。俄国人这次要谈的目的，就是要借东北的地修一条铁路。当时他们的西伯利亚铁路已经在修建过程中，而从赤塔到海参崴的这段，按照俄国专家的计算，如果改从中国东北的吉林和黑龙江省穿过的话，将大大的节省距离。而更重要的是，如果铁路穿过中国东北的话，那么俄国人将来会从这条铁路上得到的收益将远远的大于这点缩短的距离，这点俄国人是非常清楚的。而作为回报，俄国人承诺，如果将来日本进攻中国的话，俄国人将与中国人并肩作战，共同抵抗日本。对于借地修路，李鸿章当然深知其中的厉害，这等于是让俄国人深度的进入了中国东北，一旦开了这个头，后面的事情就都很难说了。所以李鸿章刚开始的提议是由中国人自己修建铁路，但遭到了俄国方面的拒绝。为此呢，双方是争执不下。
最终李鸿章意识到，如果再和俄国僵持下去的话，那么可能会惹恼俄国人。这样，慈禧太后在她临行前对她嘱咐的要联络西洋、限制东洋的策略就无法实现了。李鸿章这一生可谓是唯慈禧马首是瞻，这也保证了他在晚清风云变幻的官场中始终是处于核心的地位。李鸿章与慈禧的关系可以说是相互依托，互为成就。慈禧虽然没有什么治国的才能，而且呢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是呢他这人还是有一个优点，就是比较讲义气。对于他曾经信任依赖过、为他出过力的大臣，他从来没有想过什么狡兔死走狗烹之类的。不管是对曾国藩还是对李鸿章，一直是恩待有加，特别是对李鸿章。对此呢，李鸿章自然更是感恩戴德。李鸿章可能并不是大清国的忠臣，但他绝对是慈禧一个人的忠臣。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不能让老佛爷失望。所以最终李鸿章还是答应了俄国人提出的要求。不仅如此，他还做了俄国人的说客。他在1896年5月14日给总理衙门的电文中极力劝说总署，约闻无甚备，若回绝必致失败，有碍大局。俄既推诚，华亦推诚相与，勿过疑虑，事促事烦，求及早请旨回复遵办。看此举动，他似乎是比俄国人更加的急切。从这件事情上来看，李鸿章还真的不如曾国藩的幼子曾纪泽。当年的曾纪泽据理力争，利用有限的条件和国际环境，硬生生的改变了在这之前大臣崇厚已经跟沙俄政府达成的是中国蒙受重大损失的条约，最终是达成了中俄改定条约，为中国赢回了更多的权益。最终李鸿章还是与沙俄政府签订了条约，这个条约基本上满足了沙俄政府的所有要求，其中包括：一，如果日本进攻清国、沙俄、朝鲜，则清俄均需参战，且签约国不得与日本单独媾和。二，为便利俄军参战，清国允许沙俄在黑龙江吉林建设中东铁路，由沙俄全权建设和管理。三，战争期间，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军舰开放。四，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皆可在此路运送军队和军需物资。这是一份彻头彻尾的丧权辱国的条约。沙俄利用东北的土地建设铁路，而且还享有了铁路沿线的种种特权。这等于是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一个沿铁路沿线的国中之国。在这过程中，大量的耕地、森林、矿产将被沙俄掠夺一空。这条铁路可以随意的运送沙俄的军队和军事物资，这等于是将东北的防务交给了沙俄政府。梁启超就曾经这样评价这份密约：盖近年以来，列国之所以取中国者，全属新法。一曰借租地方也，二曰某地不许让与他国也，三曰代造铁路也，而其端皆赖此密约起之。俄国人不费一枪一弹，实际上就把东北变成了自己独立的势力范围，并把中国置于俄国准保护国的地位。这对于俄国来说，无疑是外交史上的重大胜利，而对于中国而言，则是外交史上的重大失利。中国失去了很多现实的利益，换取的不过是俄国人的一个口头的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又兑现的如何呢？事实上，在条约签订以后，沙俄从来没有因为条约的约束而为了中国与日本作战。相反，他的作战目标一直都是他的盟国中国。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其实并没有再与中国作战的计划，甚至相反，他们还在很多个场合下表达出了愿与中国重新修好的愿望。但是呢，因为中国新败，国内对日本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非常的高涨，朝廷根本就不敢与日本修好，而自身的实力又羸弱，就不得不寻求外援。于是联俄制日就成了当时的主旋律，甚至当时的大臣张之洞也提出不惜要以西北的部分土地来换取沙俄的援手。也正是在这种的历史氛围下，才造成了对沙俄的重大让步。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不能过多的责备李鸿章，他也不过是随大流而已。但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出来，正如梁启超所言，李鸿章是时势下的英雄，但绝对不是造时势的英雄，与当时的芸芸重臣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中国人历来主张是以夷制夷，这是春秋时代中原各国政权对付周边非华夏政权的一种策略，在当时确实是行之有效的。但到了晚清时期，此夷已非彼夷，西方列国以及日本与清朝的实力差距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时候再说以夷制夷，很可能是前门驱虎，后门入狼，顾头不顾尾。况且即便是以夷制夷，也不应该是联合沙俄。沙俄对中国领土的野心是昭然若揭，从17世纪中期开始就不断的鲸吞中国的土地，这一点当时清朝的大臣不可能不知道。而且此时沙俄已经是中国的邻国，按照古人远交近攻的策略的话，也不应该成为中国联盟的目标。而且退一万步讲，如果清朝此时已经确实无法保住东北的话，那也应该让西方列强中除沙俄之外的某一国势力进入东北，挡在中国的前面，这样才能实现以夷制夷的目标，也能够极大的遏制沙俄的侵略进程。虽然这些呢，现在看起来都已经是事后诸葛，但以后的事实证明，在诸多的选择当中，清政府无疑选择了最坏的一种，就是与沙俄结盟。于是很快他们就看到他们为此次结盟所要付出的代价。1897年12月，俄国人梦寐以求的中东铁路如期的开工了。当时在松花江与阿什江的交汇处有一个小渔村，俄国工程师将此地确认为中东铁路工程局的所在地，而且呢，也作为了中东铁路的一个枢纽站。这个地方满语叫打鱼炮，音译过来叫哈尔滨。5年以后，这个城市成为了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当时市民中的半数都是俄国人。中东铁路开工以后，对英日的刺激非常之大，特别是对日本。这让日本意识到了，如果中国仍旧由慈禧之流当政的话，那么这块大肥肉早晚会落到沙俄人的嘴里。所以他们开始一心一意地扶持反对清朝的革命势力，这也就是后来日本成为了革命党人的反清基地的原因。和沙俄这样的国家做盟友，实在是在梦中都会被惊醒的。1897年11月，这份密约的墨汁未干，在德国强占我胶州湾的1个月以后，沙俄就悍然出兵中国的旅顺港，并意图吞并整个辽东半岛。曾几何时，辽东半岛正是俄国以救世主的姿态让日本吐出，并让中国花了3000万两白银赎回的这块地方。但就这样，即将轻而易举地落入沙俄人的手中。这一点呢，连沙俄的自己人都看不过去了。曾经代表俄国政府签订中俄密约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就曾经这样说过：我们还同中国签订了对付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并保证保护中国，不让日本觊觎任何中国领土。既然做了这些事情，却又要去夺取中国领土，那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太背信弃义了。但不管是谁说，俄国人战了还就是战了。到了1898年3月，又是李鸿章与沙俄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将旅顺口及周边港湾3168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给沙俄25年。在此期间，中国军队不得在此驻军。与旅顺口比邻的有一个叫青泥巴的港湾，是一个天然的良港。俄国人将此地重新的命名为达里尼，俄语是远方的意思，这也就是大连这个名字的由来。1年以后，公元1900年，中国大地上爆发了被后世美其名曰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这实际上是中国的一场内乱。这场全乱也为沙俄进一步的鲸吞东北提供了难得的契机，而这次的受害者之一就是生活在海兰泡以及江东64屯的中国人。沙俄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野蛮地驱逐世代居住在这里的中国人。1900年的7月16日，这应该是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记住的日子。
大批的中国人在沙俄军队的刺刀之下，被迫的走入滔滔的黑龙江中。那些不愿入江的中国百姓，则遭到了沙俄军人的射杀刺杀。怀抱着婴儿的母亲，在自己被迫走入黑龙江的时候，将自己怀中的婴儿放在地上，恳求沙俄士兵能够放孩子一条生路。但很快，这个孩子就成为了沙俄刺刀之下瞬间消失的生命。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大悲剧、大暴行。这样的暴行总共进行了4次，持续了5天时间。除了80多人奋力的游过对岸得救以外，惨遭杀害的中国百姓有6、7千人之多，几乎将黑龙江与杰雅河交汇的江北3角洲上的中国人屠杀殆尽。俄国人的这种做法似乎也部分的解释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目前俄罗斯境内的196个民族中竟然没有汉族。按说自17世纪中期开始，俄罗斯就不断的侵吞中国的土地，总共有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入了俄国人的手里。这些土地上以前都居住着很多的中国人，那么这些人都去了哪儿呢？俄国人在侵略扩张的过程中，他们投入的哥萨克士兵的人数并不多，被征服地区的人数则很多。为了有效长久地维持他们的统治，俄国人就采用了一个最简单、最粗暴但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留地不留人，特别是对中国人。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又是沙俄的邻国，如果不将境内的华人尽快的解决，而且又允许他们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的话，那么就无法断绝华人与中国之间的血脉联络。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杀光，杀不完的就将其同化，反正不能让它成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所以从这个角度，站在老百姓的视角上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与沙俄结盟，但唯独中国不能。但很可惜的是，现实的情况恰好相反。对于制造海兰炮、江东64屯这样的惨案，俄国人没有丝毫的忏悔。当时在各国的声讨声中，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只是象征性的将当地的驻军司令停职了3个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俄国人有用伟大的人物来命名他们城市的传统，但是呢，因为对伟大人物的理解各异，所以呢，每次政权更迭以后，一些城市的名字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也成为世界地名史中的一大奇观。比如说斯大林格勒后来就改名叫伏尔加格勒，涅林格勒又改回了叫彼得堡。但现在江东64屯的地名，从沙俄时代到现在的俄联邦却一直没有更改过。比如说沃尔科夫卡，这个地名呢出自于当时惨案发生时的警察局长沃尔科夫，格里布斯基卡出自于当时的驻军司令格里布斯基。对于俄国人而言，这些殖民头子、警察、流氓，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是俄罗斯的民族精神所在。他们具有超越社会制度的普世价值。俄国人会将这些人渣永久的顶礼膜拜下去，教育后人积极进取，再立新功。俄乌战争中，如果乌克兰落败的话，那么基辅会不会就变成了普京格勒呢？俄国这个中国的盟友在8国联军中的表现是尤其的出色，他充分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朋友就是用来出卖的。8国联军侵华的时候，中俄密约还并不是已经失效的历史文件，中俄双方仍然是战略伙伴。但就是这样的战略伙伴，在8国联军的行动中，俄国不仅是没有缺席，而且始终担任主角。在占领满清帝都北京的军事行动中，俄军的兵力仅次于日本，达到了4800名。在占领北京之后，俄军也是8国联军中军纪最败坏的一支，没有之一。辛丑条约签订以后，俄国居然得到了所有战争赔款的 29%， 占了第1位。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盟国呀？还不仅如此，俄国还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以保护中东铁路为由，悍然出动了20万大军，全面入侵中国东北。而且在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各国纷纷撤出中国领土的时候，俄国人仍然是赖着不走。此时的清政府才算是如梦方醒。
意识到了俄国原来比日本更加的贪婪。李鸿章也深知以中国的实力不足以与俄国对抗，所以暗地里悄悄地将密约的内容透露给了英国和日本。英国一向反对俄国在远东的势力扩张，所以这次对俄国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而日本呢，之前他们一直对俄国干涉还辽耿耿于怀，而且他们本来对东三省就有着自己的领土野心，所以也对俄国提出了警告，并且告诉清政府必要的时候可以与清政府一起出兵驱逐俄国人。这也为4年以后爆发的日俄战争埋下了伏笔。家有恶灵怎么办？简单的做法就是赶紧搬家。所以古人有孟母三迁择邻而居的佳话。那国有恶灵呢，那就难办了，又不能搬，所以只能是扎紧篱笆磨锐刀枪，随时准备对来犯之敌予以痛击。万不能做的事就是与恶灵结盟。殊不知当你把他当成盟友，将自己的后背露给他的时候，必将是你的灾难来临之时。而且即便你与恶灵有着共同的对手，共同的利益，也要切记万不可与流氓为伍。2001年，中国与俄罗斯签订了中俄友好睦邻合作条约，确定了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关系。2010年再次确认全面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历史就像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有时候照耀历史，让人警醒，有时候它又会在另一个时空辉映和复制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图景，让人唏嘘不已。李鸿章在签订完中俄密约访欧归来的时候，曾不无得意地对迎接他的黄宗宪说：“20年无事，总可得也，但言犹在耳，祸已极深。”那么100多年以后呢？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